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，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。今天我们接着讲解循环结构程序举例2。下面来看例5，编程序输出以下图形，使用双重循环实现。思路为：一共有4行，每行由空格和星号组成。空格数按行增加，星号按行减少。变量 i 控制输出行数，从1变化到4。变量 j 控制输出每行的空格和星号。j 从1变化到 i， 每次输出一个空格。j 从1变化到9减2乘 i， 每次输出一个星号。算法如图所示。外循环，变量 i 控制输出行数，从1变化到4。内循环，顺序执行下列3个语句。for 语句，皆从1变化到 i， 每次输出一个空格。for 语句，皆从1变化到9减2乘 i， 每次输出一个星号。输出一个换行符。程序如下 ：int i 接 for i 从1 i 小于等于4 i 加加 for j 等于1 j 小于等于 i j 加加 printf 空格 for j 从1 j 小于等于9减2乘 i j 加加 printf 星号printf 斜线 n 画括号完。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，打印如下的简单图案。下面来看例6，摆机摆钱问题。问题描述如下：100个铜钱买100只鸡，其中公鸡1只5钱，母鸡1只3钱，小鸡1钱3只。问有多少种买法？问题分析：题意要求输出所有可能的方法，这是典型的穷举法。首先，引入3个整数变量 chick、hen、cock， 分别代表小鸡、母鸡和公鸡购买数量。考虑到100个铜钱顶多能买20只公鸡，因此 cock 的取值范围必在0到20之间。hen 的变化范围应为0到括号100减 cock 乘以5括号除以3，且满足条件 cock 加 hen 加 chick 等于100。cock 乘以5加 hen 乘以3加 chick 除以3等于100。采用循环嵌套可解决此问题。程序描述如下 ：int cock hen chick count 等于0 for cock 等于0 cock 小于20 cock 加加 for hen 等于0 hen 小于33 hen 加加花括号 chick 等于100减 cock 减 hen if 括号 chick 除以3的余数等于0，并且 cock 乘以5加 hen 乘以3加 chick 除以3等于100。花括号 count 加加 printf 输出 count cock hen chick 的值。程序运行结果如图所示。下面，请同学自行完成以下练习：1. 用1元人民币兑换成1分、2分和5分硬币，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兑换方法？2. 有30个人，其中有男人、女人和小孩，在一家饭馆里吃饭，共花了50先令。每个男人各花3先令，每个女人
各花2先令，每个小孩各花1先令。问：男人、女人和小孩各有几人？下面来看例7，求拍的近似值。解题思路为：求拍的近似值的方法很多，本题是其中一种。其他方法有拍约等于22/7，6分之拍平方约等于1平方分之1加2平方分之1加3平方分之1加到 n 方分之1，以及2分之拍等于1乘3分之2乘2乘以3乘5分之4乘4乘以5乘7分之6乘6，一直乘到 n 乘 n 加2分之 n 减1平方。现在我们用4分之拍约等于1减3分之1加5分之1减7分之1加来求拍的值。每一项的分子都是1，后一项的分母是前一项的分母加2。第一项的符号为正，从第二项起，每一项的符号与前一项的符号相反。找到这个规律后，就可以用循环来处理了。例如，前一项的值是 n 分之1，则可以推出下一项为负的 n 加2分之1。后一项的符号与上一项符号相反，即从 n 分之1推出下一项为负的 n 加2分之1。在每求出一项后，检查它的绝对值是否大于等于10的负6次方。如果是，则还需要继续求下一项，直到某一项的值小于等于10的负6次，则不必再求下一项了。算法的 NS 结构图如下。程序如下 ：int psi 负值1 double pi 负值0 n 负值1 term 负值1 where 括号 fabs 括号 term 括号大于等于 e1 负6右括号花括号 pi 负值 pi 加 term n 负值 n 加2 psi 负值负的 psi term 负值 psi 除以 n pi 负值 pi 乘以4 printf pi 的值。其中 fabs 括号 term 是求绝对值的函数，输出 pi 等于 3.14159065， 只保证前5位小数是准确的。如果想提高精度，把 where 括号 fabs 括号 term 大于等于 e1 负6括号中的 e1 负6改为 e1 负8，则输出拍等于 3.14159263。下面来看例8，密码。为使电文保密，往往按一定规律将其转换成密码。收报人再按约定的规律将其译回原文。例如，可以按以下规律将电文变成密码：将字母大 A 变成字母大 E， 小 a 变成小 e， 即变成其后的第4个字母。大写 W 变成大写 A， 大写 X 变成大写 B， 大写 Y 变成大写 C， 大写 Z 变成大写 D。字母按上述规律转换，非字母字符保持原状不变，如 China 惊叹号转换为 GLMRE 惊叹号。输入一行字符，要求输出其对应的密码。解题思路：问题的关键有2个：一、决定哪些字符不需要改变，哪些字符需要改变，如果需要改变，应改为哪个字符。
处理的方法是输入一个字符给字符变量 c， 先判定它是否为字母，包括大小写。若不是字母，不改变 c 的值；若是字母，则还要检查它是否是 w 到 z 的范围内，包括大小写字母。如不在此范围内，则使变量 c 的值改变为其后第4个字母。如果在 w 到 z 的范围内，则应将它转换为大 A 到大 D 或小 a 到小 d 之一的字母。其中，输入一个字符给字符变量 c， 用 c 复制 getChar 语句实现。先判定它是否是字母，包括大小写。语句为 if 括号 c 大于等于小 a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小 z， 或者括号 c 大于等于大 A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大 Z。括号检查字符是否在 w 到 z 的范围内，包括大小写字母，用下列语句计算转换后的字符。if c 大于等于大写 W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大写 Z， 或者 c 大于等于小写 w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小写 z， 则 c 赋值 c 加4减26。else c 赋值 c 加4。问题的第二个关键是，怎样使 c 改变为所指定的字母？办法是改变它的 ask 值。例如，字符变量 c 的原值是大写字母 a， 想使 c 的值改变为大写 E， 只需执行 c 复制成 c 加4即可。因为大写 A 的 ask 值为65，而大写 E 的 ask 值为69，二者相差4。程序如下： char c 复制 getChar， 输入第一个字符 where c 不等于单引号斜线 n， 花括号 if c 大于等于小 a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小 z， 或者 c 大于等于大 A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大 Z。 if c 大于等于大写 W and c 小于等于大写 Z， 或者 c 大于等于小写 w and c 小于等于小写 z， c 赋值 c 减22。 else c 赋值 c 加4，输出 c 的值。 c 复制 getChar， 又输入下一个字符。例如，输入 China 惊叹号，则输出 GLMRE 惊叹号。可以进一步改进程序，把前后两个读入字符的 c 复制 getChar 合并为一个，并且放在 where 语句的检查条件中。char c where c 复制 getChar 不等于单引号斜线 n， 花括号 if c 大于等于大写 A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大写 Z， 或者 c 大于等于小写 A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小写 Z， c 赋值 c 加4。 if c 大于大写 Z， 并且 c 小于等于大写 Z 加4，或者 c 大于小写 z， 则 c 赋值 c 减26，输出 c 的值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循环结构程序举例2我们就学到这儿，下节课再见。